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，波音承认刑事欺诈共谋罪，并支付2.436亿美元罚款，以解决美国司法部对2起737 MAX 致命坠机事件的调查。该认罪协议需经法官批准，若通过，将导致波音因2018至2019年间导致346人死亡的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坠机事故而被定罪。让我们关注，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·里夫斯计划推出新的政府政策，以刺激私人投资，促进经济增长。他的计划包括创建新的金融工具，吸引机构投资者的需求，加快规划系统。具体措施包括恢复强制建房目标和规划改革。接下来这条，台积电股价因摩根士丹利上调目标价而创历史新高，预计该公司将于下周公布财报。下面这条，欧元区投资者信心指数大跌至 7.3， 跌幅超出预期，结束连续8个月的增长势头。受法国大选、德国州选举和美国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影响，投资者情绪低迷，预计经济复苏将戛然而止。接下来，派拉蒙与天空之舞合并，创建一家价值280亿美元的新公司。合并旨在应对行业变化，巩固派拉蒙的未来，并保持内容领先地位。接下来，受失败交易所 Mt. Gox 债权人可能出售比特币的担忧影响，比特币再次下跌，引发了对去年开始的加密货币牛市的剩余动力的质疑。最大数字资产周一一度下跌 5.2%， 但在回落后于伦敦上午10点04分上涨 1% 至 57,850 美元，比3月份的创纪录高点低约16000美元。以太币和瑞波币等较小代币也抹去了损失并转为上涨。下面这条，特斯拉股东将出庭反对，要求公司支付70亿美元的律师费。该费用是马斯克560亿美元薪酬方案诉讼中最新且空前的请求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股期货周一持平，投资者为本周忙碌的日程做准备，其中包括关键通胀报告公布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证词和第二季度财报季开始。下一条，本周美股期指小幅波动，等待多项重要事件的信号，为近期利率路径提供关键线索。下面这条，礼来公司以约32亿美元收购美国生物制药公司 Morphic Holding Inc， 以获得针对炎症性肠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的实验性疗法。礼来将以每股57美元的价格收购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 Morphic， 比周五收盘价高出 79%。 让我们关注，法国议会选举后，无明确多数席位的局面将导致一段时间的政治僵局。左翼联盟成为议会最大党派，但无法获得绝对多数。原先市场担忧的极右派和极左派均无法推行其计划，导致组建有效政府难度极大。让我们关注，波音公司承认电信欺诈共谋罪，与司法部的协议将波音贴上企业重犯标签，但波音正试图向客户和投资者证明其控制住了问题。此举可能解决一大法律难题。接下来，受美联储利率决策信号预期影响，美股周一早盘小幅上涨，标普500指数上涨 0.2%，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.1%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约 0.5%。 本周多项经济数据发布，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国会半年度证词和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，将进一步影响市场走势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、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本周五将公布季度财报，交易员对此感到轻松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